生活因守护而美好。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独家冠名播出。之前来过厦门好几次，这次感受又更不一样了，太神奇了。运通行产地真情，欢迎乘坐厦门轮渡有限公司邮船本次航班开往鼓浪屿邀请码头。上大学2年级的时候，我就第一次到厦门，当时是去厦门大学找一个女同学玩。我是老狼，是一位歌手。我是北京人，但与厦门却有着很深的缘分。比如我在大学时代就曾经来过厦门，又比如在90年代的时候，我和许多的年轻人一样，迷恋朦胧诗人舒婷的诗歌，而他就住在鼓浪屿上。总之，这座南方城市仿佛命中注定一般，总能给我异乡的温暖。今天是月圆之夜，会出什么故事吗？生活因守护而美好。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独家冠名播出。我第一次晚上夜游鼓浪屿，印象深刻，太棒了！哇，太好看了这个。我们其实对什么凤凰花印象很深。厦门100年校庆的时候，海仔写了一首《凤凰花开》，我跟卢中强还有海仔一块儿录了。因为凤凰花开，我从梦中醒来，哒啦哒滴哒滴。我好久没唱了，我。因为凤凰花开，我从远方赶来。9月的天空下，只把心事告诉了大海。当长发飘过芙蓉楼下，情人顾漫山，相思正在。一盏起灯光球场的舞步，我就看见花枝招展的未来。谁的脚印遗落在沙滩，谁的琴声漂浮在月下，谁让你的名字就叫凤凰花。王哥，你好，你好，王老师好。哎，他叫黄长霞，鼓浪屿原住民，生于斯，长于斯，对鼓浪屿有着复杂的感情。据说只要认识他，就等于翻开了鼓浪屿的详细说明书。哎，现在晚上也有这么多游客？它差不多要到7点来钟、8点钟就会逐渐的往外退。最后一班船是几点？通宵的。是吗？其实鼓浪屿真的不大哈，很小，是1.8平方公里，1000多栋老房子，常住的还剩大概15000。舒婷，她的家就在这一条路上面。这是舒婷年轻的时候住的地方。他是鼓浪屿人。他鼓浪屿人，创作可能最旺盛的那个阶段就都在这个地方。他实际上写了大量的是鼓浪屿的意象。他形容说他的这个对妈妈的这个感情啊，不是急流，不是瀑布，那是什么呢？叫做花木掩映下唱不出歌声的古井。古井在这儿，这就是那口古井啊。他的这个意象是有具体的指向的。这房子空着呢。这个，中国最早做南音唱片就在这个地方，是吗？就在这儿关的，应该是1903、1904，所以中国最早的唱片工业的起点之一。我天，太神奇了，在这个地方。这个楼是原来的厦门市委的地下联络站。32年的时候是一个医院，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医生叫李应章、张云逸大将。邓子恢都在这儿被他医治过。另外一段传奇就对面这一栋楼了。鼓浪屿在1941年的12月，就是日本空袭珍珠港的同一天，鼓浪屿沦陷。沦陷的时期是日本人的一个特工组织，
隐藏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国的双面间谍，叫林鼎立。我说他特别有意思在哪儿？我现在知道的他的名字，就有5个名字。那你想象说你走在路上，背后有人叫你，你应还是不应？哦，你要应错了，可能就出事了，对吧？我很喜欢的一个作家叫卡尔维诺，写过一本书叫做《看不见的城市》，就想说城市不会把它的过往泄露出来，它会像人的掌纹一样把它隐藏起来。我一直希望说各路的作家呀、那个导演啊、编剧啊，赶紧来鼓浪屿啊！对，王老师，咱拍电影吧，拍大片拍个大片，对，这故事听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对。其实像黄老师那样，保持一个特别古老的生活方式，像口述历史啊什么这种，想把那些东西留存下来，是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。这个房子也120多岁了，他们家姓雷，所以叫雷错。这一家人就是岛上面的一些原住民，然后退休完了以后自己组了个乐队。我们来看一下。好听好听，来介绍一下，这个是老狼雷伯伯，雷伯伯好，你好。然后他的太太雷太太，雷太太，你好。这个乐队哈，这是我父母亲的一群朋友。各位老师请坐，请坐，大家都坐吧。这是要搁在腿上弹的。对，这叫夏威夷电吉他，那个叫西班牙吉他。OK。那个雷太太弹的是什么？在曼陀林。曼陀林啊。乐队其实他们就从年轻就开始玩了。30几年前。 30几年前，好多乐器在国内有吗？有。鼓浪屿20几年就有夏威夷吉他了。鼓浪屿就称为音乐之岛。对，这个我听说过，但是还第一次看有这样的乐队。那以前都是邻居吗？还是？对，几乎都是在鼓浪屿这么小小的，不是朋友就是邻居，来泡茶嘛，弹琴，喝小酒。生活很惬意了。 我们都是你的粉丝啊，你好啦。我们老师来一个吧。来啦！哎呦，好惭愧啊！我这来 ，OK。哎呦，好紧张。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？明天你是否还惦记？ 曾经最爱哭的你，老师们都已想不起，猜不出问题的你，我也是偶然翻相片，才想起同桌的你。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？谁安慰爱哭的你？谁把你的长发盘起？谁给你做了嫁衣？ 多自在！这晚上如果要有时间，就在这儿泡着也挺舒服的。好嘞，谢谢您，雷师傅。好，谢谢，拜拜，留步各位，拜拜。下次有来哦，一定哦。好嘞，好，感谢。白日喧嚣散尽，游客退去，月光朗照，鼓浪屿的一花一木一房，仿佛重新醒来。
让我感到崭新而陌生。每一幢洋房似乎都是一首歌，黄老师成了这个夜晚的导读者。鼓浪屿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地。鼓浪屿人至少做了3件了不起的事。第一件事嘛，女孩子读书，这算是中国最早的女学了。再来就是反对绑小脚，第3个就是1930年的时候，鼓浪屿上面有一个人叫做许春草，他干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，他成立了一个组织，叫做什么？中国婢女救拔团，呼吁所有在主人家受到虐待的女孩子逃到鼓浪屿来。我又一个大片儿，你看看，我天哪！这个宅子就是当年许春草先生建的春草堂，边上这栋是他的孙子，就我们现在要去拜访的这个许多康先生，他建的。德公先生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来，请。这位是许多康，大家都喊他草伯的孙。这栋春草堂正是爷爷许春草先生于1933年亲自设计和建造的西式洋楼。如今，孙子继续着祖父的行业，成为一名建筑师，留守在鼓浪屿上。请，来，喝杯茶。好，请。你也是常年住在这儿是吧？对，我爷爷有9个子女，其他人都在福建医院。所以我们许家现在就剩我这一支，我们还在这守着。我爷爷是一个穷苦孩子出身呐，9岁的时候他就到那个制鞋厂去当童工，到了12岁的时候就到建筑工地去当泥水工，慢慢的就自学建筑设计，自己成立建筑公司，他就一辈子就从事建筑业。这个是我爷爷的9个子女，全家福。全家福，这个就是我爷爷了。这个就是当时那个，你看，他办了一个中国婢女救拔团，先后就收容了有300多个这种女孩子。他说有一件事情让他印象很深，他小时候他在工地挑沙回来的时候，看见有一个小女孩躲在那边哭，他就过去就问她说：“你干嘛在这哭？”他说那个主人呢，拿了1角钱叫他到那个龙头那街道去买那个下饭的那个酱瓜。结果那1角钱呢被那些坏孩子给抢走了，然后这下他回去以后会被打死，翻开来到处都一道一道的，然后觉得很可怜，所以他就把他身上唯一的两块那个就给了2个那个女孩，说你刚刚回去交差这样。他打小就是对这种社会的不公，他有强烈的这种，对他有强烈的刺激这样，所以他就决定成立这个中国这个婢女救拔团。1941年，他还要请一批的老师，除了供他们吃穿以外，还教他们学文化教他们一门手艺，让他能够以后能够生存谋生的一个手段。10来年的时间，就先后就收容了有300多个这种女孩子，300多个，这300多个女孩全部叫他爸爸。好了，这个是婢女救拔团收容院，这个潘志珍跟那个蔡文清结婚的纪念。就是他长大了，你看很漂亮吧？这后来结婚了呀，这个是他们的全家福呢。这我都叫姑姑哈。就是有300多个姑姑的，他有300多个姑姑。为什么？你看。按照中国传统的，它可能叫做义，就是情义啊。就义义这个义字可能会重要过说金钱，重要过别的东西。这个就我觉得就属于一个大爱啊。那您亲眼见过爷爷吗？跟我擦肩而过。是吗？他60年过世，我60年出生，刚好错过。那边是爷爷盖的，这边是我建造的，我们2个隔空对话。对。
会想他。很多东西都是传承出来，爷爷教儿子，儿子再教儿子那种传承。我真的很希望说能够见到他。你看到那棵树了吗？鼓浪屿每一橡树有木棉树，这棵树可能是舒婷天天都要看到的这么一棵树。然后我觉得这橡树可能这个意象就来自于这个木棉树。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。我如果爱你，绝不学痴情的鸟儿，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，甚至日光，甚至春雨。不，这些都还不够。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，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，根紧握在地下，叶相触在云里。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，也爱你坚持的位置，足下的土地。咱们从这儿上去，刚好在那个高点可以看到厦门。哎呀，晚上太舒服了，太漂亮了。远处的那条线就是九龙江的入海口，顺着这条江出去，拐个弯也就到金门，然后再出去就是台湾海峡。有时候晚上我会自己一个人跑来坐在这个地方，要没有这一群人的时候，这里就很安静。对，好，请大家撤退啊。对于我来讲，鼓浪屿小的时候，它其实就是一个住人的地方，它就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很小的这么一个村子。17、18岁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对你来讲是一种束缚，想着说赶紧走，离开这个地方。去了各个地方，又回来，从对面的那个红尘又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我觉得反而可能可以更好的理解那个地方，也能更好的理解这个地方。他们就是那种能够从一个特别小的地方去感知世界的人。之前来过鼓浪屿好几次，这次对鼓浪屿的感受又更不一样了。大家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厦门，而在出现灾害的时候，就像今年的台风，中国人保就在第一时间组织人力物力，提供防汛救援，真是生活因守护而美好。夜色正阑珊，微微银光闪闪，一边啊，往上走是吧？你好，我是老狼。孩子有幸看到你。你好，王婶，你好。谢林斌，厦门人，今年18岁，因为小时候的一个意外成为了盲人。他和所有盲人一样，与黑暗相伴着生活，但又和所有盲人不同，他疯狂地热爱着音乐。太棒了！你好，我是老狼。你好，很荣幸来。弹琴多长时间了？10年吧。7岁还是6岁那年开始学的？当时怎么会想起想学钢琴的呀？那个他一个姐姐要过来姜老师这边学琴的，然后我就跟着过来。姜老师看到我听得很入迷，他就来问你喜欢钢琴吗？那我说喜欢，那他就真的开始给我上课了。刚开始冰冰就是很胆小的，都是躲在妈妈身后的那种。姜老师那个手把手一个音一个音教我怎么摸，是这样的。对，是。我的手放在这边，刚开始就要弹，然后呢，让冰冰的手盖在我的上面，跟着做，一个个认识键，然后认识音符呢，让冰冰去摸，2个键，左边这个音是哆，然后就是从最开始就这个音开始的，
这是第一首曲子。对，第一首。那时候其实我也没带过那种盲人小孩嘛，我给他上课的过程就是全程都录音，然后他回去一点一点的听，然后呢，在家里的钢琴上再找音。哦，你能听几个键啊？最多应该5、6个吧。我能试一下你吗？那可以试一下。我这法拉多，这也太熟了是吧？这西瑞嗦西呀。还有一个这个音。哦，嗦西瑞嗦西。对，不协和了啊。西哆升发升嗦。哦，还有咪。太厉害了，这个是真专业。拍下来了吧？刚才太难了，我的那个。他最开始学琴的时候都无法想象，一天8个小时左右，最长的时候练过10几个小时，来回要坐4趟车，都是妈妈全程陪同的。哎，那妈妈也很了不起哦。那您会弹吗？我五线谱我都听不懂，是吧？但是他一直弹的曲子我听多次了。哦，很了不起的。明月几时有？把酒问青天。他是从小就是初是早产，那进保温箱，吸高浓度氧没控制，视网膜萎缩完全脱落，4个半月之内救治还来得及，等发觉1岁多了，迟了。此事古难全，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可以，要放开了唱，要使劲唱，要大声的那种，不会觉得苦吗？不苦是不会啊，枯燥，枯燥也没什么感觉，就是非常舒服，非常的自由。你准备考哪个大学？北京联合大学的特殊教育学院有音乐的。我也是一个很贪玩的，我哪里都去。是吧？北京交通也方便，我坐车免费。慢一点，这儿有那个杠子，对，这。我专业课是没问题，就文化课有时候像这个数学，好几十页的谱子背完了，我那数学题一题都解不出来，这数学对我们来说有点难。学音乐为什么要考数学？对呀，我也不知道他会说考数学。右边，你摸栏杆自己上。再往前走，手拿起来，两边都有栏杆，啊。那个有个台阶，小心。现在只能培养的生活各方面能力，凭着自己的努力，生活不要靠别人。不管怎么样的，再怎么优秀，还是牵挂，不管无论如何，都是牵挂的。我们都是带着牵挂走的。把窗户打开吧，对心情会好一点。这样我还能微笑着和你分别。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，你说那只是一段音乐，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。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，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，爱你的每个瞬间，像飞驰而过的地铁。我虽然是看不见的，但是可以慢慢的想象一下，有一些显得在睡梦当中，另外一些听到我们在这说话，笑着朝我们挥手。了危险，完全被打动，奇迹啊，人生的奇迹。还想邂逅一些什么样的人？异性，
到时候别把我当流氓抓起来了。就在桥上的那两个人是学现代舞的，他就你要过去拜访的就这2位女生。Hello， 你好。嗨 ，Hello， 老狼哥。你好，你好，我是老狼。你好，你好。Hello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我是林珊。我是帆帆。你们俩都是跳现代舞的吗？对，百度百科里它可能会说是当时反古典芭蕾去脱掉芭蕾舞鞋，回到大地上，解开束缚的衣服，回到自由，他的个性，然后他的原创，所以很多人说看不懂现代舞。导演组告诉我，这2位90后的舞者，他们立志于在厦门推广和普及小众的现代舞舞种，但现实却困难重重，很难运营下去。他们今天邀请我夜游动物园，我很好奇，这里对他们来说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？我们还拜托了那个叔叔 ，Hello， 是可以开一下门吗？你先。谢谢。大哥怎么称呼？我姓苏，江苏的苏。可以给我们讲一讲动物？对啊。这个就是斑头雁，还有杂交后，还有黑天鹅、鸳鸯，估计还有了。就晚上他们基本上都要睡觉。这是那个金刚鹦鹉吗？这应该是南美的吧？美洲热带地区。听过，你进去。这个会不会打扰他呀？不会。哇，真好看，你简直帅呆了！别害怕。吃吧。他们在赶我走。好了，我们走了。耳苗，澳洲森林、草原、沙漠的开阔地带，出壳后很快就跟着成鸟跑的。这更惨，只有1只，连伴儿都没有，好无聊，是不是？而你想在那个草原上多来劲，这不到10平米，多孤独。可以了。虽然动物被关在里面，走来走去，回来回去，它不用头吃，不用头穿，不用头有没有退休金，这样也可以了。不然怎么？那他也是想跑。哎呀，这个。但是我觉得鸟不是，它的本性要飞。飞不了，它只能看天空。觉得跟自己的处境很相似，因为现代舞发展于西方国家嘛，那来到大陆是1990几年的时候，几十年的时间，所以发展其实非常的短暂，只有一小部分人，而且它没有一个定义，更难去学说学现代舞不是学动作，可能学芭蕾可以是1位手、2位手、3位手，有个固定的。那现代舞它没有标准，每个人都不一样，所以目前在中国很难运营下去。你很努力这样，但是没有人听到，有时候会像这些动物们一样，就是你走不出去，就会蛮孤单的。好凄惨的声音啊！分享一下我喜欢的音乐。当然可以啊。稍微的可以舒服一下。也是2个女孩搭档的，叫温格华生。穿过
Yeah, you try. Try. 可以，好的不？是。你就能感受到，就是他们想把他们自己要表达的东西传递给你，绝望的情绪、颓废的情绪，也有一些很激烈的、特别野的那种，特别帅。他2020年就回来厦门的时候，家里是一直很反对的，因为不多的收入又看不到好的发展，就会说建议给我去国企上班吧，比较稳定。但是焦虑很多天，就是只在家里躺着吃饭，躺着。然后后来有一天就告诉自己，如果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，放弃你的梦想。不要 ，No， never 。不求所有人都理解，只求希望被更多的人看到就可以了。凯鲁亚克在路上，我们青春期的那个必读作品，讲的是一个特别自由的一个生活。他们到处去打零工，体验不同的生活，努力的去做自己最想做的事儿，活得很痛快。就是年轻太好了。老金库，然后这样库往金往派，那你敢跟我们？哇，这书店太好了，那感觉。太胖了，过不去来了。我小时候特别爱看古龙啊、金庸啊，现在还有印象。上高中的时候偷偷看一页，第二天早上特别困去上学。你看这种插图本，特别来劲，这是《海底2万里》。我要买这2本书。这是您儿子吗？他以前的最流行的歌叫做《同桌的你》，学一学，唱一唱。你喜欢听什么歌啊？孤勇者。都是二手书是吗？全部是二手书。那这书店开了多少年了？3年。30年。30年。这套是厦门文史的，很多闽南的东西都在里面。哦，闽南话好像就是保留的还挺丰富的。按照以前我们那个古代的汉语的平仄，我们有8个声调：从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孤途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一点都没听懂。他专门研究这一块。我是喜欢这个闽南语的，一直从事这个闽南语的工作了。现在就是提倡普通话，下一代没有这个环境生活的时候，听懂说不出来。语言它有它的传承哈，对不对？那传承可以丢吗？传承可以丢吗？走吧，林老师，咱们去逛街啊。哎，行。小时候这里就是第8市场。您是住在这附近吗？出生地在这里，以前这边都是海，靠近码头。特价买免费加过来。大家好，5点钟都会有了。这很热闹。是。给你来一支，算优惠价。天厦门热情好客。咱们能不能吃这个呀？可以。这边炒蒸蛋好加来。海鲜啊，蟹米鲜做的海鲜啊。咖啡味。这是什么鱼啊？应该是咖拉，就小羹啊，给别人误会。这不拉布，鱿鱼哦。南哥完全分不清楚。海蛎煎，这最出名的。这个从小是我奶奶给我吃的，能吃到大。
就一定要用地瓜粉，是吧？一定要地瓜粉。会 Q 怎么说呀 ？Q 弹 Q 啊 ？Q 不是英语吗？不是 ，Q 跟 Q 不一样，一个 Q， 一个是 Q， 声调不一样，声调不同。小伙子，你闽南语讲的怎么样？本地话讲的？我本地人。非常好吃。青蛙怎么说？青蛙好多，山竹也叫青蛙。他都乱掉了，他把青蛙都当作蟾蜍了。青蛙是蟾蛤吧，蟾蜍是九族，那不一样啊，都乱。伊咧要拍一个，即款即落陆上通甲你交叉一下。要拍一个陆上。系。老厝啊。老厝我知影，我即落水仙的囝你袂记啊？水仙的囝。系。伊翕一下咱即落以前保留落来物件安尼个，你这保持较完整。我就无完整。是你第一完整的，我看你还阁保持第一完整。无完整。无完整的。会啦。几百年的厝。我知影啦。你讲。我知影。你讲会完整无？我问。我知影。人讲百岁，你讲会阁变无？会阁变？我问我会变无？他说他这个已经是破了，没有什么用了，没有价值了。无完整。打铁街是什么来历啊？以前这个是路头吧，它主要就是全部在打造这个船钉啊，还有那个锚啊，铁锚，几乎是剩下一个底了。哎呀，红本部它在厦门的历史是很有意义的。我们这个薄饼的发源地，它的历史由来就在这里。薄饼，什么薄饼啊？厦门呢有个薄饼，薄状元啊。什么叫播状元？我们的特有的一种活动，中秋才有，比春节还热闹。来，我甩一下哦。摇骰子。是运气。哎呀，只有一个四一秀。一个四叫一秀，两个四叫二举。然后三个四叫三红。我们这边状元差距化最大。四个四，两个一。对，我骰一个。哇，4个4，状元差10啊！我这挺大的是吧？这个活动以前仅在这个地方。来，休息一下，惊险了。您两位就是跑到这儿，然后做这个小店是吗？对，也算是吧，赚不到钱。小打小闹就这样子。你也在那边做过？啊？你在开会？有啦，我头前也有小办的。夏天，按道理厦门蚊子是非常多的，这里就是没有蚊子。那太神奇了。不是神奇，它那个海水就是涨潮的时候，它淹到里面了，所以水沟里面的蚊子全部都死掉，是这个原因。哦，是这样的。是的。闽南歌是不是都是这种调调啊？我怎么觉得好多闽南歌都是？厦门最早的一首闽南语的歌曲是《走船歌》。欢喜船入港，假面随行行，悲伤来相送。
送我行船人，欢喜船入港。但是他想不到，这个今天入港的时候，马上又要离开了，啊，一个地方又过一个地方，要等到什么时候他的夫君啊才会回来？以前厦门这个沿海的地方很多都是渔民呐、走船呐、出海很危险，因为你住到外海的时候，你不知道外面的海浪是多高，所以就用着生命去拼搏出来。这边就到海了。人王高歌临江岛，飞玉鸣鸾把歌舞。花动雕飞南浦云，珠帘魔冠西山舞。寒云潭影日悠悠，不还星移几度秋。国中地主今何在？涵外重工空自流。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到处游荡的人，我喜欢去那些陌生的地方。这回参加夜游节目，然后茄子导演安排了一些有趣的人，这些本地人他们从小生活在这儿，他们会讲很多这种外面人很难触摸到的一些东西。来，干个杯！满是回忆的，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再碰见第二次。生活因守护而美好。本节目由中国人民保险独家冠名播出。阿富汗，老挝怎么念？老抓，老抓。拉脱维亚怎么念？拉脱维亚。梵蒂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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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是梵蒂冈。圣马力诺。圣马力诺。阿尔及利亚的。阿尼吉比亚。这个好读。有那种不好发的音吗？斯洛文尼亚呢？斯洛文尼亚。斯洛文尼亚。索罗姆尼亚啊，贝宁、博兹瓦纳、博茨瓦拉、阿拉伯联合邮政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、微博纪录片、新浪综艺。感谢知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。